今天是11月20日，土耳其时间的下午5点40。今天又是在路上奔波了一天。昨天讲讲昨天的事情。昨天是去了一个土耳其的食品加工厂，他们是做类似方便面和果酱这种产品的一个食品厂。他们的这个员工有700人，主要是体力劳动者。然后呢，就约见了他们的一个管理者，他不是老板，但是呢，他是负责物流这一块的。就跟他推荐了我们的产品，让他看了我们的宣传册。然后老外看了以后呢，对产品还是比较感兴趣。然后呢，他就讲了一些关于这个自动化库的一些事情。首先呢，自动化库在本地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，但是呢，也纯粹只是概念上的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呢，用的工厂并不多。因为这边的人力相对来说比国内便宜，土地也很容易得到，仓库可以采用租用的方式，所以整体来说仓储的成本不是很高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，所以就是这个设备到底有没有需求，就取决于产品的规模，他们工厂的规模，老板的想法，还有这个企业的发展愿景。因为有的企业它可能会比较愿意为了扩大宣传，增加它的这个产品的投入，增加它的一些宣传力。这是老外讲的这么一个情况。另外呢，就是目前呢，各个工厂的老板还是比较注重于销售，对于节省成本来说，目前还没有达到某个痛点，因为销售出去的东西才能挣到钱。目前的规模有可能是没有那么大，产生的成本呢不足以影响它的利润，所以对于新投入一些自动化的仓库，目前的客户比较少，但是不能说没有，因为现在应该处于是市场培植期。市场培植期就是相当于说，从新东西到接受新东西，首先要有一个概念，要把这个概念深入到他们的这个平时的观念里边，后边才可以进入这个市场。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市场培植期。另外，因为我在当地，我想找一个合作伙伴。目前我的伙伴，因为他的背景是工程师背景，跟我的背景一样，跟老外也聊了一下，在这边找合作伙伴的这个事情。老外给了一些就是比较有启发性的一个建议，就是找的这个伙伴他不能看重月薪，而应该看重的是合同销售出去以后的提成。如果一个人他比较看重月薪，我觉得对于他销售的动力来说就没有那么大。同时老外也给我讲了一下他的建议，可以采用和本地的一些工厂合作的模式，在本地找一个类似的分包厂，然后依靠分包厂的这个人脉，
还有他们的这个加工能力。一方面扩大产品的宣传力度，另一方面呢，减少这个产品从中国发运过来的一些关税的成本。他的这个建议我还是会考虑一下，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两个工作思路，一个是单独的一个人来在市场里边找机会找客户，另外一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团队来操作这个事情。这两种操作方式它的起点明显是后者更有一些优势。